据白宫消息人士向多家美国媒体放出的风声，拜登政府最快在当地时间本周二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和光伏等产品加征关税，其中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将升至100%以上。而就在几天前，中美还在美国举行了一个与气候变化应对相关的工作组会议，美方在会上承诺合作应对气变问题，但另一边又挥舞关税大棒，减少质优价廉的中国新能源产品进口。中方批评美国是自相矛盾。综合彭博社和路透社消息，12号有美国政府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白宫的一场活动上宣布提高关税的措施。完整公告预计最快14号公布。这名知情人士还说，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总关税将从27.5%提高到102.5%，在目标行业的其他产品关税则将增加1倍或2倍。拜登政府据说已将重点范围锁定在战略竞争和所谓国家安全领域，但美联社进一步表示，美国将保留特朗普执政期间开始征收的绝大部分额外关税，涉及价值约3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对于这一系列消息，白宫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目前尚未回应，但外界普遍认为，正值中美关系已经企稳，但不安定因素正在聚集之际，美方此举无疑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美国舆论认为，美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并不顺利，是拜登或将采取保护主义的主要原因。2024年第一季度，美国电动汽车占新车总销量的份额为7.3%，较2023年第4季度有所下降。更令政策界担忧的是，包括通用、福特等老牌车企也开始削减在电动汽车方面的投入，这将导致美国电动汽车产业进一步与中国企业拉开距离。被美国汽车杂志评为该国市场最具性价比的电动汽车雪佛兰 Bolt 在去年底已经停产。如今，美国市场上几乎没有价格合理的电动汽车可供消费者选择。相比之下，中国新能源车的性价比很高。美联社报道称，比亚迪去年推出了名为海鸥的小型低价电动汽车，在中国的售价约为12000美元。美联社在报道中承认，这款电动汽车驾驶体验感良好，工艺水平和美国制造的电动汽车没有太大差别，但价格却是美国产品的1/3。但实际上，由于贸易壁垒等因素，中国的电动汽车目前几乎没有进入美国市场。去年，美国进口的中国电动车总价值只有约780万美元，仅占中国电动车出口总额的0.02%。也就是说，此次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再提高3倍，对中国而言实际影响并不大。Somewhat of a symbolic move in the sense that you don't really see Chinese EVs on the U.S. market. But BYD has become, along with Tesla, one of the world's 2 biggest producers. There's a lot of interest in seeing that car exported by China to other nations, including the U.S. With 102% tariff,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拜登在选情焦灼的时候，选择延续始于特朗普时期301关税，并变本加厉，受到外界关注。有分析认为，拜登这是为了抢先打特朗普的牌。而拜登任期之初曾表示要考虑部分削减对华关税的承诺，早已被抛在脑后。实际上，拜登对已经到期的301关税采取拖字诀，从2022年就开始的评估，至今仍无结论。美国商界原本期待重新评估或成为美方结束关税战的举措，因为多项研究显示，这些额外的关税实际上是被消费者和美国企业承担了，不仅推升该国的通胀，还损害了美国制造商品的竞争力。此前，也有分析认为，将301关税的评估拖到2024年11月大选投票之后是更好的选择。但从当前美媒的集体放风可以看出，拜登政府正努力在选举之前给出定论，以塑造自己对华强硬的政治人设。据一名此前供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低阶官员表示，拜登希望通过对华加税来缓解选民的焦虑。但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反市场经济的行为本质上是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征税，将推高通胀，拉低就业率。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迄今为止，美国民众已经为美国政府对太阳能电池板、钢铁和铝以及中国制造的商品征收的关税额外支付了超过2300亿美元。这其中1半以上的关税是在拜登执政期间征收的。就在1个月前，拜登还以所谓不公平竞争为由，将中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再提高2倍。此外，
拜登还宣布对中国造船、海事和物流领域的贸易行为展开所谓调查。选民、选情、选票，这是美国当前关注的重点。那么从长远来看，肯定会对美国自身造成更多的反噬效果。但是呢，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短期的效能更加重要。未来呢，在不断试水的过程当中，也可能形成新的对华竞争。拜登政府对华新能源产品加征关税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在美方看来，中国新能源产业存在所谓产能过剩问题。近日，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档播客节目中，主持人凯雷斯达尔采访了美财长耶伦，谈及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主持人质问耶伦，有没有可能美国在这些领域被中国打败了？但耶伦再次老调重弹，声称双方的竞争并不公平。但当主持人追问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天价补贴行为后，耶伦却辩称这是美国的重大投资。We think China is massively subsidizing investment in a set of industries that they have targeted as critical to their growth prospects. Subsidizing more than we are with our investments in the CHIPS Act and the infrastructure law and all that? Yes, I think we're pouring billions. You are pouring billions in. Well, we have targeted a few industries. What we don't want to see is massive Chinese subsidies to firms with huge overcapacity that will just drive our firms out of business. 外交部部长助理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耶伦的表态翻译过来就是美国的补贴是战略性的，但当别人这么做时，那就是不公平竞争。在所谓的产能过剩的议题上，美国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逻辑链，难以自圆其说。但是呢，会通过不断的炒作来制造一个话题，进行叙事方面的铺垫。如果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了问题，那并不是美国政府执政党的错，而是中国的错。美国现在打的不仅仅是竞选牌，也希望在长期对华竞争方面，在产能的发展方面能够获得更多的优势，来打击中国的经济。值得一提的是，8号至9号。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会议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会议由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明和美国总统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约翰·波德斯塔共同主持。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承诺推动双边合作，并在部署减排技术方面进行能力建设。这则消息和美方挥舞关税大棒打击中国新能源产业放在一起，让外界十分困惑。外交部也就此回应了深圳卫视驻京记者的提问。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一项迫切且共同的挑战，需要合作应对，而不是动辄打压他国为此付出的努力。在这样的氛围下，美方对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的虚假叙事显得尤为虚伪。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发言人在回应深圳卫视关于绿色低碳相关的提问时，明确指出，美方一边表示愿与中方加强合作，一边大肆炒作所谓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这种做法自相矛盾。我们敦促美方不要一边修路一边挖坑，切实为中美欺骗合作和全球绿色转型创造有利条件。在中国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就开始使绊子，这是一个老套路。不仅仅是短期之内要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更是在对华长期进行战略博弈的过程当中，美国要牢牢把握所谓的优势，要为美式霸权来进行进一步的护持。长期以来，美国持续渲染所谓中国导弹威胁。近日，一众美国国会议员给美国海军和空军的联名信中警告称，面对中国导弹，美军在印太地区90%的战机可能被摧毁，要求美军立即做出改变。与此同时，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易主，新上任的美海军上将塞缪尔·帕帕罗到底是什么来头？来看看报道。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13名美国国会议员近日向美海军部长托罗和空军部长肯德尔发去联名信，声称中国拥有一支强大、具有威胁性的导弹部队，数量激增的弹道导弹有能力压倒美军在太平洋的防御力量，可以攻击从冲绳到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的该地区所有美军基地。在渲染中国导弹威胁之后，这些美国议员又开始卖惨，强调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防御能力不足。美国《星条旗报》提到，最近的模拟美中战争演习显示，由于印太基地的防护能力不足，美军90%的战机将被摧毁在地面上，而不是毁于空战。报道指出，理论上，美军可以依靠防空和反导系统等主动防御手段进行拦截，因此，大批美军飞机暴露在没有掩蔽的机场或易于识别的机棚。但相关分析表明，
中国有足够数量的导弹实施饱和式打击，从而导致美军重要的空中资产无法移动，扰乱后勤链，并大大削弱美军的反应能力。这些美国议员在信中要求美军采取被动防御措施，如加固防空机堡、地下掩体到快速跑道维修能力的应对方案。星条旗报称，根据美国印太司令部向国会提供的总额110亿美元的优先事项清单，其中只有2%被用于该地区的基地修建项目。尤其让这些美国议员们不满的是，作为美国空军在印太地区战力调配的中枢，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竟然连一座加固机堡都没有。根据美国空军2023年的通报，关岛基地放弃加固机堡的计划，而是采购了可以快速装卸的简易机棚。这种被称为应急小资产保护的防空掩体，长30米，宽20米，足以容纳美军的每种现役战斗机。它可以由标准集装箱运输，9名工作人员可在5到12天内安装完毕，理论上可以抵御小型炸弹的袭击。美国空军计划在2024至2028财年期间，每年购买70套这样的简易机棚。不过，美军关岛基地也有备选方案，选择重启附近废弃的关岛西北机场和天灵岛机场作为备降机场，以便在安德森空军基地遭到攻击时，将主力战机进行疏散。其实呢，美国议员的渲染并非是一个偶然现象，所谓的中国导弹威胁也是一个老话题。借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增加美军的投入，来加强对华的这种遏制，尤其是对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进一步的加固，未来进行战略上面的布局，美国是有未来的这种设计。目前，美国空军在太平洋地区主要集中在9个基地中，它们分别位于夏威夷、阿拉斯加、关岛、日本和韩国。位于菲律宾的一些基地，美军也有使用权，但部署资产较轻。除了关岛基地采用简易机棚外，其他很多美军基地选择使用传统掩体。2020年，驻韩美国空军群山基地宣布第3代机库正式完工，这是美军在印太地区修建的第一批加固机堡，可停放 MQ-1无人机和 F-35隐形战斗机，能防钻地导弹和生化武器袭击。机堡内还安装了大功率换排器设备，保证战机的发动机快速启动并滑跑出击。据称，它们能够承载500磅炸弹的直接命中或更大炸弹在附近的爆炸冲击。但也有媒体报道称，在韩国群山基地的20座加固机堡完工后，美军后续工程基本没有推进。实际上，在是否需要加固机堡的问题上，美军内部长期存在2种不同观点。反对者认为，在远离战区的美国本土根本不需要加固机堡，他们面临的威胁很少，因此只要能保护战机免受自然因素影响就足够了。例如，针对部署 B-2隐形轰炸机的基地修建恒温恒湿的密闭机库，以确保隐形涂料不会脱落。而在高风险的所谓前沿地区，加固机堡想要发挥作用，必须在遭到攻击前完成关闭掩体大门等措施，反过来又会影响战机的快速出动。此外，还要考虑到，即使战机在加固机堡中幸存下来，如果机堡大门被炸滩堵塞，跑道因炸毁而受损，战机仍然无法在短期内出动。因此，美国空军更倾向于让主要作战飞机在跑道上保持战备状态，只需几分钟的预警就可以快速起飞，在对手的攻击抵达之前升空，远离任何攻击或飞向指定的目标。美国一方面准备所谓灰色事态的突破，也就是说在预设与中国之间有正面相撞、大战一场的这种场景。但另外一方面，美国考虑到的是，一旦出现形势的失控，自身将承担非常严重的这种损失，成本是巨大的。所以这个时候，从美国议员的相关的炒作当中可以看出，美国一方面穷兵黩武，而另外一方面又担心失控。有分析指出，美方近年来轮番炒作不同版本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毫无新意。实际情况却是，美国近年来不断在中国周边强化军事存在，并挑动军备竞赛。Will confidently action all challenges that threaten the goals required to achieve mission success. The Commander, United States. 当地时间3号，在一场于夏威夷举行的仪式上，美国海军上将塞缪尔·帕帕罗正式接过美印太司令部的指挥权。帕帕罗曾是一名海军飞行员，指挥过美国第5舰队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Our world faces a complex problem set in the troubling ac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rapid buildup of forces. 外界注意到，就职仪式上，帕帕罗展现出对华强硬态度，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
这一说法不仅与其之前对华发表言论一以贯之，更延续了印太司令部一贯的对华立场。帕珀楼他本身在亚太地区，他的经验并不如他的前任那样丰富，但是呢，在多兵种作战方面也有他的一些特性。从目前来看呢，对华战略围堵方面的延续性是一个突出的特点。不管是炒作南海问题，还是炒作中国威胁以及中国导弹的能力，新任的印太司令呢，都是延续了前任的说法。美西方炒作的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甚嚣尘上。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最近被记者追问说，美国之所以炒作产能过剩，是不是因为在这些领域被打败了？您对此如何看呢？应对产能过剩，从一种话术变成了美国的政策。至于说美国为什么会这么激进地围堵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耶伦一直强调的是呢，中国企业获得了补贴，但是美国拜登政府自己出台了一连串的补贴政策，尤其是2022年的通胀削减法案，其实就是产业补贴政策。法德领导人一起去华盛顿，其中一个议题就是这一巨型的产业补贴政策会对欧洲的产业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正因为如此，记者才会发问耶伦，是不是因为美国在这些领域被打败，所以才打出应对产能过剩的旗号？耶伦本人呢，就是经济学家，做过美联储的主席，现在是财政部长。美国选举地理已经比较明朗，决定选举结果的就是那几个摇摆州，比如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星等等。这些袖带州呢，还是比较关注产业的问题，尤其是汽车产业。拜登和特朗普都以维护产业工人利益来自居，而最直白的语言呢，就是加征关税，把别国的产品挡在美国之外，保护美国自己的钢铁、汽车产业，给这些产业工人呢找到工作的机会。这样的竞选的话术一直存在。至于说补贴的事情，可能连耶伦自己都不相信。可以说，重商主义、产业保护，美国人比谁玩的都溜。于是美国就是这么发展产业的，只能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美国补贴汽车产业就具有战略意义，其他国家发展产业就是美国的威胁。二是拜登政府打着清洁能源发展的旗号，但是现在却把新能源汽车挡在美国国门之外。归根结底来说呢，不是新能源汽车不好，而是因为不是美国的新能源汽车，不是产能过剩，而是因为产能不是美国的。那您认为美国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产能过剩这个事情对美国来说，绿色清洁能源开发在美国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主要的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大国竞争的焦点的转移和明细化。可以说，半导体的硝烟转移到了新能源汽车。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让欧美国家感到惊愕。新能源汽车说起来还是中美合作的结果。特斯拉是全球知名的新能源汽车厂商，特斯拉在中国建立的超级工厂也是非常有效率的车企。另外呢，中国市场也是特斯拉先进技术应用和尝试的市场。如果按照美国政府的做法，中国是不是应该把空客、波音等大飞机生产商挡在中国市场之外，让德国、日本车企也离开中国呢？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大规模进入市场的阶段，中国车企大量的出口本身就能够看到市场的需求是旺盛的。经过最近一些年车企的激烈市场竞争，新能源汽车的性价比呢开始显现。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强劲的动力。当然呢，新能源汽车本身是国际合作的产物，其市场也是国际性的。我们甚至可以畅想，未来发展中国家普及汽车并不是一个梦想，也不会引起石油枯竭的担忧。新能源汽车不仅是一件商品，也是复杂的产业链体系，将汽车和信息产业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新的能源获取方式局部改变了能源的形态，这其中涉及到关键矿产品的定义。另外呢，由此衍生出来的产品可能在其他领域也会被应用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带有战略属性。美国也是从这个角度呢，将新能源汽车安全化。当然呢，新能源汽车终归是市场选择的产物，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即便有关税或者其他的限制，市场如流水，企业、消费者的决策是根本性的。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汽车围追堵截，但是并没有让美国的汽车遍布世界，也没有阻挡日本车企的崛起。
应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韩国外长赵对烈于13号到14号起访华。此次会面是继去年11月釜山中日韩外长会后，中韩外长再次面对面会谈，也是韩国外长自2017年11月以后首次正式访问北京。13号下午，中韩外长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会谈。有分析称，这是韩国致力于调整对华政策、开始找平衡的表现，同时也是为促成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做最后的协调准备。赵对烈13号在韩国金浦国际机场启程赴华之前表示，访华期间将为全新推动韩中关系发展迈出第一步。对于中韩外长会谈，赵对烈表示期待，称希望沟通坦诚深入，探讨双方具有巨大合作潜力的领域，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发展基础。此次是赵对烈就任韩国外长后首次访华。今年1月10号，赵对烈接替朴振正式出任韩国外长。上任后，王毅曾于今年2月与其通话时表示，中韩互为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中国对韩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始终将韩国作为重要合作伙伴。希望韩方奉行积极、客观、友善的对华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好中韩关系政治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王毅当时还提到，中韩经济联系密切，产供链高度互嵌，双方应共同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抵制经济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和工具化。13号下午，中韩外长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正式会谈。对于此次访华，韩媒普遍关注，赵对烈将致力于对或将于月底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与中方进行最终对表。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由韩方倡导，拟于26号至27号在首尔举行。一段时间以来，韩方都会表现得颇为积极。如能实现，这将是中日韩4年多来首次举行领导人会晤。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中日韩合作启动25周年。外界认为，中日韩若重启领导人会议，有望为推进三国合作重回正轨打下坚实基础。赵对烈访华主要有2方面的目的。那么，首先是要寻求稳定和改善对华关系，那么显示尹锡悦政府重视对华关系的一个态度，想要推动实现中韩双边关系的重启。那么第2个目的是为了月底将要在首尔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那么做好预热和铺垫。那么届时中韩领导人也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那么赵对烈这次访华也是为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来做一个准备。那么毕竟这对于尹锡悦政府来说是一次重要的主场外交，那么可以借此来彰显外交成果，来提振民意的支持。据韩联社报道，赵对烈13号上午抵达北京后，随即举行与在华韩企负责人对话会。CJ 中国、现代汽车、三星中国、大韩航空、SK 中国、有利银行、LG 化学等企业负责人出席。赵对烈在致开场白时称，韩中之间高度相互依赖是推动两国经济实现同步发展的原动力。他还说，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两国经贸关系也从过去的互补性关系逐渐转变为竞争性关系，这对韩国来说是严峻的挑战。赵对烈表示，他将借此访致力于推动韩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加强包括韩中日领导人峰会在内的各层级对话与沟通。他说，外交部将与企业团结一致，积极开展经济外交，为当地韩企可预期的经商活动全力以赴。在华韩企代表、捷系集团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尹道轩表示，尽管存在萨德矛盾和新冠疫情等利空因素，但中国市场过去30年惠及两国经济，坚信未来30年双方也能制定共赢战略，并呼吁政府积极与中国高层人士交流沟通。那么现在中韩合作的确面临多方面的内外的挑战。那么一方面，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韩国对华经贸合作，那么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遏华政策的一个影响。那么另一方面，现在随着中国产业和技术实力的一个崛起，那么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也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的压力。那么尤其是在汽车、电子、造船这些韩国的支柱产业上，其实是面临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大的一个竞争上的压力。那么这些因素都使中韩合作的动能有所减弱。当然，另一方面，中韩两国依然互为主要的经贸伙伴。那么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也对韩国经济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这就需要韩国政府端正对华认知，那么同中方积极的挖掘合作的潜力，那么排除外部的干扰。我想中韩合作未来依然是大有可为的。
韩国本届政府上台以来，不顾中方反对，以价值观外交为旗号，快速倒向美日。去年8月，美日韩领导人在美国举行戴维营峰会，决定扩大三边军事安全合作，针对中国意味浓厚。而且就在本月初，韩国还与澳大利亚共同探讨了加入由美国倡导的俄华小圈子奥库斯的所谓第二支柱的可能性。韩国时报直言，在尹锡悦政府领导下，韩国与美国紧密结盟，导致其与中国疏远。韩国舆论多次呼吁政府尽快处理好对华关系。韩国《韩民族日报》评论说，与美日保持步调一致，韩国得到的待遇并不理想，与中国恢复关系才是正确选择。文章呼吁尹锡悦政府在外交上能找到平衡。观察指出，若中日韩3国峰会最终举行，也为韩国政府提供了一次外交纠偏的难得机会。毕竟，同中方的双边互动是这次峰会的一大看点。韩方想要借此次3国峰会推动中韩关系走出低谷，还需展现更多的诚意和实际行动，为双边对话创造更加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才能确保这次峰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尹锡悦政府执政2年来，在外交上推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那么表现出亲美疏华的战略取向。他一味地强化与美国的战略捆绑和追随，并且不惜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方妥协让步，来换取韩日关系的改善。那么在对华关系上，韩国追随美日干涉台湾和南海问题，那么包括在半岛问题上，与美日也是强化对朝鲜的军事施压。那么这就导致现在韩国外交出现了严重的失衡。那么韩国同中俄交恶，那么半岛局势又持续紧张动荡，那么这也使韩国的地缘处境愈发的艰难。那么这是现在尹锡悦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寻求外交上纠偏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外界注意到，自从去年担任中日韩合作轮值主席国以来，韩方对于重启中日韩高层对话表现出积极意愿。去年11月26号，中日韩外长会时隔4年多在韩国釜山举行，3方重申了合作共识，并且同意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件，做好筹备工作。这次会议被认为为推动3国合作重回正轨迈出关键一步。实际上，外长会被视为筹备3国领导人会议的最后一环。韩方原本预计外长会后，领导人会议能在去年底或今年初召开。不过，会期最终还是未能按照韩方的时间表推进，与地区和国际局势加剧变化或有很大关联。那么，虽然尹锡悦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现在表现出一定的转变的迹象，但是鉴于韩国保守派它的亲美的本质，那么我想尹锡悦政府的外交政策还不会出现根本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纠偏只是一种微调。那么因此，未来中韩关系能否得到全面改善，我想主要还是取决于韩国的对华认知。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5个总统任期后，密集任命及提名多个重要岗位。备受外界瞩目的是，别罗乌索夫顶替绍伊古出任国防部长。作为一名以经济见长且长期与军事并无交集的官员，别罗乌索夫为何被普京委以重任？此举又将对持续超过2年的俄乌冲突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看报道。据俄联邦委员会当地时间12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普京提名此前担任第1副总理的安德烈·别罗乌索夫为俄国防部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告诉记者，普京提名的主要考量是该国国防部需对创新、落实先进思想持开放态度，为经济竞争力创造条件。佩斯科夫强调，确保国防支出符合俄罗斯国家整体利益至关重要。他介绍，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的军事预算已从占 GDP 的3%增长1倍多至6.7%，接近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情况。当时，军事和执法当局占国家总支出的7.4%。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苏联政府希望速战速决，但阿富汗战争最终持续了9年。而造成苏联没能达成速战速决预定目标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在幕后打了一场代理人战争。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旋风行动，通过巴基斯坦3军情报局向阿富汗武装组织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包括先进的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极大抵消了苏联的空中与地面优势。阿富汗战争造成苏军约1.5万名士兵死亡，以及约5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加剧内部危机。中国人民大学欧亚研究院研究员刘旭告诉深圳卫视记者，普京显然意识到，俄乌冲突已经有长期化的趋势，不再是一时一地的战术问题，而是事关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问题，这就需要吸取历史教训。
那么整体的国家实力，我们说，在这个战争的背后，最主要都是经济能力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其实也是体现出来了普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的这样一种认知啊，就是要动员全国的这样的一种经济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别洛乌索夫没有军事背景，而是一名经济学家。他今年65岁，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拥有丰富的经济领域工作经验。2006年起担任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副部长，正式步入政坛。之后还曾担任俄总统经济事务助理。2020年1月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第1副总理。值得注意的是，他任内主抓的重点项目之一是监督国产无人机生产计划，这也是普京最关注的领域之一，曾多次为此召开协调会议。别洛乌索夫去年透露，该国计划到2026年底每年生产1.8万架无人机，达到满足约52%国内需求的水平，到2030年生产3.2万架，可满足70%的需求。而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今年初的报道，俄军工企业研制的 S-70猎人重型无人机已进入测试的收尾阶段，今年下半年将投入生产。事实上，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继续留任，这意味着他和别洛乌索夫将一前一后分别负责对乌作战的实际军事指挥以及整合战时的俄罗斯经济。有西方分析人士就认为，俄罗斯现在获胜的策略就是如何利用好俄军工联合体和整体经济的优势打持久战。路透社等西方媒体分析称，尽管西方国家对俄实施了规模空前的经济制裁，但俄罗斯的经济官员依然让经济保持稳定和增长。普京任命别洛乌索夫为新一任国防部长，可能是寻求通过更好地利用国防预算和推动创新来赢得最终胜利。俄罗斯国内对别洛乌索夫在领导该国政府成功应对美西方制裁方面评价很高。乌克兰经济学家阿列克谢库西也承认，别洛乌索夫在创建俄罗斯经济增长模式、深度结构转型和应对西方制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还认为，别洛乌索夫就任俄国防部长对乌克兰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它可能促使俄军工产业加速发展和产量增长。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一定会美西方一定会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是像别洛乌索夫，其实在过去的2年多的时间里，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在制裁方面的一些应对的经验啊，所以美西方的这样的应对制裁措施到底能取得多大的效果还是存在很大的疑问的。外界还高度关注俄罗斯前国防部长绍伊古的去向。俄罗斯总统网站12号发布消息称，普京签署总统令，任命绍伊古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绍伊古将继续在他熟悉的领域开展工作，将负责管理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的相关事务，同时他还将担任俄军工委员会副主席。绍伊古担任俄罗斯防长已经长达12年，被认为是普京最亲密、最信任的助手。绍伊古的职业生涯始于苏联时代，1990年起担任紧急事务部部长，以果断处理空难、地震等重大灾难闻名。2012年，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大区主席，之后荣升国防部长。从那时起，他就被认为是普京执政稳定的象征。但俄乌冲突成了绍伊古防长生涯的滑铁卢，原本以为的速决战被打成了持久战，俄军也因此遭受了重大人员损失。绍伊古被认为要为此承担主要责任。去年，瓦格纳集团负责人普里戈任发动的短暂叛乱，最大矛头也指向了绍伊古，指控俄国防部腐败，故意让雇佣兵送死，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绍伊古的声誉。但从此次的任命来看，普京显然还是希望绍伊古能继续发挥协调作用。绍伊古担任防长多年积累的经验和人脉，无疑对其领导下俄罗斯军工联合体大有作用。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是俄对外武器贸易、军事技术合作的主要单位。稳定的军贸和军技合作不仅能为当前的俄罗斯战时经济输血，弥补俄军在部分装备弹药上的短缺和不足，更能在地缘政治上继续强化俄罗斯的大国地位。那么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个2年半的时间里，绍伊古作为这个我们说国防部长，然后别洛乌索夫作为这个主管经济的这个政府副总理，其实2人之间的这个合作也是很密切的。现在相当于位置进行了一个颠倒啊，但是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他们2个之间的合作因为要从俄罗斯的整体的这样的一种国家的利益考虑的话，应该还会是比较融洽的进行的。普京本月7号正式就任新一届俄罗斯总统后，陆续公布了一系列人事任命。
10号，他向国家杜马提议由米舒斯京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当地时间11号，普京签署关于俄罗斯联邦行政机构组成的法令。根据该法令，俄罗斯联邦政府将会有10名副总理，其中包括1名第一副总理。此外，多个关键岗位人选也已经提名。此前，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亚历山大·茹科夫表示，俄国家杜马所有委员会都支持被提名的政府成员候选人。刘旭认为，俄罗斯的外部环境在可预见的中长期无法改变的情况下，需要俄罗斯国内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做好相应的准备。而普京在新一届政府中大量留任关键岗位的官员，就是希望以相对的稳定来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至于这样一种意图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它的这个战略目标，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些变数啊，比如说美西方啊，比如说乌克兰那边如何来应对啊，那可能从整体的角度来讲，求稳可能会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或者普京的整个这个新的任期里，会是一个非常主要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说基调吧。俄罗斯防长换人，主管经济事务的原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接任绍伊古，而后者将转任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这成为今天全球媒体的关注焦点。那么您对此事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应该说啊，普京开始俄罗斯总统第5个任期，他所确立的执政班底或者说核心圈层呢，其实是相对稳定、比较有连续性的。政府总理以及外长、联邦安全局局长以及外情局局长等等这些强力部门的主官都获得留任了。76岁的拉夫罗夫，2004年起就开始出任俄罗斯外长了，这一次呢再度留任。那么拉夫罗夫啊，很可能会成为全球范围内任职时间最长的大国外长。当然了，在俄乌战争持续2年多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外界对于俄罗斯防长的任何异动都是格外关注的。尤其呢，普京罕有的启用毫无军旅背景的原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来执掌国防部，这样一个人事安排，更是成为舆论的即时焦点。今天《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呢，就说这是罕有的内阁调整，而英国路透社则称这项任命出乎意料。那么绍伊古他小拉夫罗夫6岁，但是呢，他的内阁资历啊，实际上更老，当部长的年头也更久。绍伊古36岁时就已经在俄罗斯政坛崛起了，他被时任总统叶利钦相中，出任俄紧急事务部的部长，2年后又被叶利钦破格授予少将军衔。绍伊古在紧急事务部长的这个任上一干就是20年，之后又当了11年半的防长。绍伊古啊，如今退出俄罗斯内阁，接班帕特鲁舍夫的这个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的职位。那么这样一个职位呢，他负责俄罗斯的国家战略设计与国安事务，是和总统最接近的俄罗斯高官。因此呢，国安顾问在俄罗斯的权力体系中，一般甚至认为地位高于防长。那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有美西方媒体报道绍伊古被炒或者是失势之类，应该属于误读或者是在刻意炒作。绍伊古退出内阁，但是呢，他并没有退出普京的权力核心圈。至于帕特鲁舍夫他的任职安排，俄罗斯方面呢也宣称会在几天之内公布。对于俄国防安保班底的这种有限的人事调整，尤其呢是由经济学家来接掌防长，这是同样留任的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昨晚向媒体解释的一个重点。他特别强调，谁更加有能力创新，谁就会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我认为这番表述其实是大有深意的。为什么佩斯科夫要特别强调创新？俄内阁调整又传递出哪些关键信号呢？值得注意的是，佩斯科夫他并没有直接提到俄乌战争，仅仅是以所谓众所周知的地缘政治背景来指代。那么佩斯科夫就声称，目前俄罗斯军事安全投入极大，占到国民经济的整体比例正在逼近上世纪80年代7.4%的那个历史高点。当时呢，苏联还在打阿富汗战争。佩斯科夫就披露，今年的国防投入的占比达到6.7%，俄罗斯今年政府预算的1/3将会用于军费支出。那么庞大军费预算，它的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和难度都变得越发的突出。佩斯科夫就解释，普京启用文官来出任防长，基于2大考量：其一，军费管理；其二，创新需要。佩斯科夫也强调，
别洛乌索夫他绝不是一般的文官，履行前呢，他担任第一副总理，曾经成功执掌经济发展部，是普京最信任的经济事务助手之一。同时啊，针对外界的疑虑，佩斯科夫也特别做出回应。俄罗斯的军备体系与现有的军事指挥继续呢是由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来掌管，并且呢向普京总统直接汇报。所以呢，佩斯科夫他的潜台词很清楚：俄罗斯防长换人，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战争指挥体系的重大的调整。俄罗斯前外交官亚历山大·鲍洛夫对此呢就分析指出，新防长和总参谋长是分工明确的。将经济大员推向国防部长的大位，意味着普京要全面动员战时经济，要集合国防军工体系与国际市场上的突破，来争取打赢战争。他的打赢策略就是动员与突破，要整合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和俄罗斯的经济优势，对乌克兰施加持续的更大的压力。所以呢，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将会进一步动员，并且强调战时经济，并且呢，要做好持久战的这种准备。此前的人事安排啊，也已经对此释放出明确的信号。除了别洛乌索夫就任俄罗斯防长，前一天原副总理兼工贸部长曼图罗夫呢，也已经获得提拔接班第一副总理。俄乌战争打响之后，俄罗斯遭遇美西方数以万计的极限制裁手段，但是呢，俄罗斯的经济并没有崩溃。曼图罗夫他作为工业主官，展现出相当的领导力，成功动员俄罗斯军工企业的火炮弹药生产，它的产能提升的速度甚至超过北约全体成员国的总和。为此，俄罗斯已经放言要在新的战略环境之下，寻求在飞机生产、在机床制造、无线电子和军工复合体等等领域来取得科技的领导地位。伦敦情报分析师马克·加莱蒂据此呢就分析指出说，俄罗斯战时状态之下，防长的使命任务就是要确保军方获得一切战争资源，而直接向普京报告的这个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呢，则是1号位的军事总指挥。启用经济大员当防长的这个逻辑，无疑呢就是要调动俄罗斯所有的相关经济部门来满足防务部门之需。所以呢，俄罗斯最新的人事布局意味着，普京正在为应对俄乌战争的长期化做全面的精心的准备。俄罗斯全面动员经济布局持久战，那么这对于俄乌冲突又意味着什么呢？现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果俄罗斯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全面准备与布局，那么乌克兰方面以及身后的美西方对此做好准备了吗？最近，俄罗斯加大了对临近俄乌边境的乌克兰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的进攻，战事呢再趋紧张。乌军就承认，现在哈尔科夫前线战况相当困难，乌克兰的国防军正在全力控制防御位置。但是呢，以俄罗斯投入的军力来看，现阶段呢，全面控制哈尔科夫恐怕也是有难度的。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乌克兰的导弹也被指攻击了别列格沃德的一处俄罗斯的民宅，导致10多人丧生。就俄乌最新的战事来看，法国总统马克龙啊，上周6再度发声。他在回应法国会不会参战时啊，马克龙在社交媒体 X 发布的视频就声称，如果俄罗斯行动太超过的话，欧盟必须要做出行动。虽然法国不希望与俄罗斯作战。此前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采访时，马克龙也再谈对乌出兵论。他声称有2个前提条件：其一，乌克兰方面提出要求；其二，俄乌战场态势出现重大突变。那么，如果俄乌战争真的长期化的话，愈来愈沉重的这种战争代价，各方能不能承受得起？由谁来承受？我想这是愈发紧迫的一个沉重追问。